去履行婚礼，我们要怎么样跟小朋友说？这就是我在合肥最想念的男人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们的婚姻产生一些影响。你知道我们这11年来，我过得并不幸福。你对这个家庭你是什么认识的？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现在没有感到这是个负担？人生的一件大事，有一些争议。不管你婚礼在哪里举行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女人，也是她最重要的女人。幸福生活，京东相伴。本节目由爱我所选，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100%乳糖配方的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抢先看正片；每周三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 Plus 版。如何跟未来婆婆相处？怎么拜见岳父大人？提到结婚，这些国民问题往往高居排行榜之上。为什么一份爱修成正果是两个家庭的事儿？或许是因为在人生所有的仪式里，唯有婚礼同时在上演放手和牵手。爸，喝一杯呗。好，开瓶100分的酒。我呢，对今天咱们两家的这个小分歧，我觉得十分的抱歉。一家人都说起来都好说。我没跟你讲过我爸车祸的事。他是82年，好像我1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就好像出了这个车祸，7处大伤，最严重的就是胳膊，就可能是说那个意思就是，比如说一拽就拽下来了，然后就是差一点皮掉在那边。对，因为神经全部断掉了嘛，神经只连着一点点了，其他大部分的神经都断掉了，他就把它缝起来以后，那个神经如果神经不这样长到一起的话，它就会反长，长成一个个的神经瘤，所以它的疼痛就是巨大的，因为他要把他的脊椎切开，在脊椎里面安一个那个导电体。为什么说他坐不了飞机？他要安一个导电体，在脊椎里用电线控制，一直通到这儿，用电流来抑制他的神经疼，用电来抑制疼。龙岩提亲我爸爸也没有去啊，这些因为他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是非常的不好。我爸从小他不像你和娜娜啊，就你们还会哎呀，这个我爸不一样，在我印象里从来没交流过。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表达，就说儿子，如果我有2只手的话，我一定让你过得比现在好得多得多。这1年我就觉得他突然间打电话多了，每天打个电话或者2天打一个，你怎么样？你注意血压，你注意身体，你不要太累了。经常会关心一下啊。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他老了。我就真的突然间意识到他老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们拿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。是什么？老照片。来，这个。来，这个有年头了嘿。是啊，你看。我真没看过。这个是我那小时候的，是吧？没怎么变化，我觉得变了啊。这个是更小。我看啊。
这个就是后面盖的房子啊，这我能看出来了。这个看得出来吗？嗯，你干嘛呢？你慢点哦来给。你看个东西。是我呀。是啊。这个啊。我都没有这个照片。好想我的花花，太可爱了。这个还没有进体重大队的时候。这是2张这样给它合成一张。还真的没怎么变呢。现在体重变了。变重了。而你小时候晒得老黑了，你们是在室外练吗？对啊。这个是国家队，中国蹦床队。他的那个基地在天津。韩美玲写的。哦，对对，我知道。然后现在还挂在我们的队伍。这在上海。大家都盯着这金牌了，这眼神全部都看金牌了。大家看这个牌。哦，这个是日本大牌。这个是夏威夷的。看夏威夷。你那时候还做了那个疝气手术。那时候老爸去看你知道吗？在食堂那边，老爸说要回去，你抱住老爸的大腿，你跟老爸在那边哭，说要回去，哦，那时候眼泪都掉下来。我又不敢让他看到我哭，我把脸转一边去，转一边他一直抱着他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不练了。哎，行行，拿纸巾。我妈当时来看我，我不愿意练。我站在5楼，我们的阳台是开放式的，我就喊妈妈不要走，妈妈不要走，好可怜。我实际上是下面听不到，就听不到。站在那我就对着那个天空大喊：“妈妈不要走！”没有那时候苦，哪有现在的？小的时候会不理解，但是我现在很感谢父母把我送在体育这条路上。经历了体育这条路，会让我更强大，然后更自信。中国小将19岁的何文娜第一次参加奥运会。中国选手何文娜稳稳地把自己原计划的全套动作拿下。腿都麻了。你先上去休息吧。你慢点。回忆起以前的，对，我就总感觉，我那时候陪我女儿时间是比较少。当时也是因为我要上班，要养家嘛，所以对，那我们要赚钱，要养一个家，这个是作为你一个男人的话，在家庭当中要有一个责任。我是真的，我是因为有这个小东西的出现，我才觉得真的才关。
怎么啦？咋了？那个哪个？爸妈也要回去啦。哦，要回去啦？对呀。然后呢？回去了。你自己用钱省着点。哦。然后妈妈把这个卡给你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毕生的积蓄是不是？是啊是啊。你给我，不管你婚礼在哪里举行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哎呦，你别哭，这啥？妈妈把你给嫁出去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老爸，你管管，你怎么哭了呢？舍不得你呗。啊。希望你们以后恩恩爱爱啊，白头偕老。哎呀，你干嘛？我会跟梁双双安排你演戏。啊，舍不得你。还是会觉得有一种好像真的要嫁出去的那种感觉。我女儿已经嫁出去了，她会觉得好像很舍不得养这么大的孩子，还没好好在一起呢就要嫁人了。我妈妈给完我这个卡以后，她就觉得这是他们这个积蓄带到娘家是一份保障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留着这笔钱，因为我还能挣钱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卡偷偷就塞回他的包包里。要回去喽。哎呀，走，照顾好自己啊！下楼注点意啊！照顾好自己啊！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！拜拜拜拜。要是我生了个女儿的话，我可能也是这样，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。爸爸和家里面这2天好像就交流的次数比较少，官方的握握手，说你好，是不是？这个不会是一个小男人吧？小时候创造一个就跟家不太一样的环境，是不是可以多交流一下？而且我觉得射箭是就是男人们的运动，他们2个可能会更有共同语言一点。爸爸，你之前射过箭吗？你妈不就是我射中的吗？那是丘比特干的事儿。你爸那人很有幽默感的。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100%乳糖配方的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。是不是很酷？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里了。你好。你好，体验一下是吗？对。这个呢是咱们比较专业一点的箭管了。我们把外套脱了吧？给你挂那边吧。说我给你挂那边去。我把护具什么的给你们带上。这是什么？女儿。女儿。哦。好漂亮。这个呢？儿子。谢谢。这个。女儿的。儿子，对，是儿子，是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儿子。爸爸怎么走那么远呢？我觉得你们是一家人。这是什么？老爷子是吧？好，咱们站正以后呢，侧对着靶子，弓倾斜45度，咱们的右手抓箭。然后呢，弓弦上有一个搭箭点，把它搭在这个搭箭点的下面。咔嗒一声。胳膊肘一定要抬平，和肩膀一样宽或高于肩膀。你们中间有谁玩过吗？
我玩过。你玩过是吗？好，哇，不错。好。阿姨过来试一下。好。好，先放松，再拉一点点。松手，松。天哪！太疼了。你试试，爸爸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砍到了吗？你砍到了吗？没卡到位，没卡到位，没这个没卡上。啊，来，剑不对人，好，没有见过这样打的吧？没有。咦，下松手。这才叫标准。老刘不错。叔已经找到窍门了。这个呀叫10加，就是10里面的正中心。我们已经很完美了。啊，对，少年组。这么有缘分的吗？你俩过去拍个照啊，2个键在一个10加上，不合适吧？合适，你们俩的那个啥，就你俩的成绩 PK 的成绩，过去看一下，来一边一个，我们合个影。照一下。你就在这里，我找一个角度，哎，你往那边靠，都靠近靶子。对，一左一右。一左一右。我们可以比一下。好。老年组、少年组，好。少年组、青年组。哦，少年组。对了。对。中国有句古话啊，它叫“君子之争止于射”。来，咱们在一起，这个互相鞠个躬啊。要有仪式感。还有这样子？这谁安排的？不对。来，好，现在开始。佳明儿，咱就把他姓刘的放翻。叔，要不要赌点啥？叔，赌什么？输了走人。我们就说输了走人，别的咱们不说了。叔，我要是叔叔，我要赢了，能不能单独约你吃个饭？对于昨天的表现，我对自己不太满意，我想做一些补充，主要是让叔叔对我能够有多一些的了解，所以才会提出跟叔叔单独吃饭这件事情。再说。哎，赢了要答应要求的。皮。家门不幸啊。家门不幸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都脱。0-0。哇，不错，爸爸加油！哎，也不错。9和8。黑的是0，少年组6分。17喽，2个都是6。21，红方34，黑方32。在框底有点焦灼呀。
6，爸爸69，现在是41要决胜负的时候了啊！7分，佳梅加油！一样7分。哦，太焦灼了，最后1根了。这如果是平局怎么算？怎么可能？一键决胜负。来，只要佳明不拖把。走人，叔叔，我要以后能不能单独约你吃个饭？哇，57比54。这个少年是祖国的，原来这功夫有问题啊！老刘，叔，咱俩单独吃个饭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叔叔。拜拜，教练。拜拜，教练。昨天晚上咱俩不是聊了吗？不要去趴着那个脸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气氛缓和了很多了嘛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就好好的跟他聊一聊吧。你要勇敢一点，好。勇敢一点。坚定一点。坚定。刚才跟爸爸讲的，就是其实这2天爸爸家里人已经挺喜欢你了，爸爸其实也松口了，你能感觉到吧？那你就加把劲，加把劲，爸爸更认可你一点，好吧？来，加油！大声放肆！行，让他们俩去吧。那我们去了，苏阿姨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一路顺风哦。这会儿感觉稍微冷一点。你40岁现在，如果你还拒绝浪漫这一块，你难道要50岁才做吗？你就简简单单的旅行婚礼啊。哎，也不错。昨天那个 party 结束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有这个答案在我心里了，就是要跟阿尊一起去旅行结婚。尊啊，我们去旅行结婚吧。对哦，昨天讲到要去旅行婚礼，要去哪里好？哎，娜姐要去旅游，要去玩。她应该想要去学滑雪。有没有滑雪？你们去哪哦？查一下。哎 ，Clifford， 我想问看哦，现在哦，墨尔本它的天气怎么样？哎，某某，我想问你哦，那时候他滑雪的地方它是怎么样？住宿怎么样？他们那边的雪是怎么样？记不清我今天早上对这个泰国同学是我走，我哭。尊。哎，你回来了！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哦，
我妈妈给我 surprise 哎。啊？干嘛？她送给我。送给你什么？噔噔噔噔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旗袍。办那个婚礼嘛，然后我就跟阿尊已经打算了，我们就要去履行婚礼。就是履行结婚了。对，小孩就要拜托妈妈。对，你去1个月，我也是有本事带。没有啦，因为大了啦。1个月也太久，我也不要妈妈那么劳累啦。你在这里坐一下，妈妈送你一个礼物啊，好吗？哎呀，不用礼物了啦，没关系啦。哎，哇，你这件婚纱啊，我的婚纱，婚纱哦，以前跟爸爸结婚的婚纱。哇哦，已经50年了哎。哇哦，蛮多年了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妈妈你偏心哎，就是了，你偏心哎，你没有送给我老婆，没有送给大妹，送给小妹。这件婚纱，妈妈没有送给大嫂、大姐，因为你最小的女儿，所以我送给你一个。对啦，我也只是开玩笑，妈妈疼你们啊。对对，真的是很幸福哦。很幸运又很幸运。我真的是很 surprise， 因为那个婚纱就也是粉色嘛，我喜欢的。然后我看到它的那个手工，那个珍珠，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找不到这样的details， 他们很伟大咯。收藏起来。对，我一定会保存起来的。谢谢妈妈，谢谢。其实蛮有意义的。可是我们还没想到要去哪里玩。我哥有建议说可以去澳洲啊。对，澳洲我也想去，可是我想除了澳洲，我们还可以去一个地方，比如说澳洲现在是夏天，我们也可以去一个冬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这样子比较爽嘛。我也想要去滑雪啊，我知道你要滑雪，我也要。所以我现在问几个朋友，看他们怎么说。这个我朋友过去的，你看，他们那边，他们就是他的酒店。哇。还不错。在哪里呀？你看。这个是在北京哦，对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怎么样跟小朋友说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哎，真的是伤脑筋。哎，要怎么跟他们说嘞？只要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不要难过就好了。哭啊！如果他们哭呢？对啊，如果他们哭，我真的会心软。怎么样可以说服他们？我想哈，我觉得，你知道那一天我不是有做那个童话故事书？我们用童话故事书的方式跟他们讲。对，我们还可以跟他们说啊。对。那童话故事书在哪里啊？哦，有了，在这边了。有吗？有。要拿笔来画。我们现在应该要就是跟他讲说，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出国，所以要让他知道说我们2个人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对。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下，就是那一天在沙滩的一些情景。可以画我的车。然后那一天很多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下雨。对，没有太阳。然后音乐呢？音乐就要这样画。然后呢，还画你流眼泪。所以你没有流眼泪吗？
我没有流眼泪啦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安排的，我都知道了嘛。但是我看到你流眼泪，我还是蛮感动。我们要出发了，到最后，对不对？出发哦。我觉得这个就要画亮一点的，可能有比较开心的。对。比较有彩虹，有彩虹，彩虹，对不对？他们喜欢彩虹。彩虹是什么颜色？你知道吗？彩虹有5颜6色啊。没有，它是有顺序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晓得，不记得了，要不要查一下？我记得是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还是什么？你小时候没有读吗？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叫我们背。第一个是不是红？哦，你跟这个颜色就对了。绿，对。我们常常跟他们说，如果你看到彩虹，就是 lucky day。lucky day， 对。honeymoon wedding。一生人只有一次的旅行，然后你这边可以写耶。哦耶 ，Y-A-Y 耶。差不多了。对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一趟合肥，回去邀请一些旧朋友呀，有机会重聚一下也挺不错的。我们从家里出来，现在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活动最多的一条路叫五河路，这个上面什么都有。再往前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原来租房子的那个小区，叫绿波廊。对对对，特别好，有暖气片，对，特别好，很暖和。那时候我们谈恋爱就在那，对吧？不对的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。你完了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。是这个。哦，是这个。你看这个锅贴角还在呢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个锅贴角开好多年了。合肥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。这条路太有烟火气了。是的。真的非常好。我们看看我们经常来的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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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学校的对面就有一家叫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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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家叫齐博的店。这个齐博就是他最想念在合肥最想念的男人。你看。哇！还在，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店铺门口。Hello， 李师傅。好久不见。这就是我在合肥最想念的男人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一系列这个作品，因为他缓解了我的病痛。来，体验一把。我在李师傅家可是 VIP 啊，是吧？超级 VIP， 超级 VIP， 隔一段时间就得来的那种。10年前我在他家，10年后我在他家。李师傅是我的好朋友，经常为我工作到30晚上。不是因为30晚上，其实大家就是大年30那天，大家都放假了。但是我打电话我说李师傅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这个年真的就过不了，因为我现在颈椎非常疼痛。然后李师傅说：“嘘，把那个门开一点点，开半个，对，开半个，偷偷开门，因为不能开门，一开门就是街坊邻居都来了。”我那时候24岁嘛。对啊。现在我都36了，12年嘛。他在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写作，一天搞10几个小时，搞到最后，有时候1个礼拜都来好几次。对。有时候连着来都来4、5天。我那时候压力太大了。哎，我每次来，基本上老刘都陪着啊。对呀。就默默地坐在旁边。这么一晃就10几年了。也可以记得他有一次在家看足球了，看见自己倒的了，
对，你看我都是为了工作忍受病痛，你都是因为足球，就知道我们的差距是为什么会产生。哦，你是熬夜工作，我是熬夜看球。对。坐这吧，又回到以前的生活，太好了。转一圈，哎，再往这边转，好，放松，哎，好，再歪。还没怎么弄，时间就已经不早了。然后到时间了，不是，也没有到时间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朋友约起来了。约了谁啊？喂，猴哥，啊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有空，我们见面吃个饭。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。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都是11、12年前，单身的单身，浪的浪。后来慢慢的都随着年纪的增长吧，从一个浪荡的人进入稳定的婚姻，能聚的日子就很少，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都得奋斗。到这边了啊，你发个电话给我。好，那么晚上见啊。好嘞，啊，拜拜。晚上见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哈喽啊！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头还那么光吗？哥，哎，那我们兄弟应该啊，今天才回来是吧？就今天早上回来的。才回来。坐。送了。来。这太意外了！哇，太意外了！张楠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，岁月并没有对他做什么，但是对你做了很多。我要早知道是现在这样，当初有可能会选择张楠。刘毅，你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个情况？对。头脑真是太混乱了，我也记不清一些细节了。啊，我可以说我的版本了吗？啊，你讲啊。我先说明一下，我不知道我今晚这个版本说完以后，会不会对你们的婚姻产生一些影响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真的！记得当时我们俩约着去看电影。看电影，对吧？就什么电影我记不得了，大概7点多的电影，对吧？我们6点多走在步行街的时候，走着就在这个时候，而且那一天我其实心里有一种预感，什么预感呢？就是会不会碰到刘毅？对，我们好像有那种感觉啊。对吧？结果果然，我跟他走到快到百盛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刘毅当时蹲在路边上，然后他一抬头。当时那个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我也是，满脸写满了失意、落寞、遗憾，就是一个字惨。然后他说：“我等人呢。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好，那你继续等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我们继续往前走。”这个时候，所有的悲剧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我们大概没往前走多远，傅首尔就跟我说：“张楠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不去看电影了。”我当时我说，难道你这个人做人没有先来后到的概念吗？他说我真的不去了，实在对不起你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陪他。我真没想到张楠的细节记得这么清楚。对，因为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今天中午我老婆还在问我说，哎，你说如果当年你们在那里没有碰到刘毅，是不是你就跟……真的假的呀？真的这么问的。我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回答，我说我相信我跟你在一起是对的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想，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了，就没有我的女儿了。这么可爱的女儿，我只愿意生出她，我愿意生出别的孩子。哇，可以，非常好，太开心了。就是说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偶遇有没有改变
傅首尔对于刘毅的一个印象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的话，我觉得那天晚上真的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天，真的，对吧？吃吧吃吧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是为了什么找你们啊？我跟刘毅认识11年了，结婚了10整年，就是西婚。09年的时候，对，当时我们第一次搞婚礼的时候，在座各位都在，说实话，而且帮了很多的忙。然后我们这次呢，西婚呢就想重新再补办个仪式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你们这一次还要再办一次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张楠就问话永远问到终点。我为什么不选他呢？我跟你说是这样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们第一次结婚就在一个土菜馆嘛，你不是知道了吗？婚礼唯一的亮点就是他搞了一个什么小短片，小短片，然后我们那个婚礼还是双拼的，因为隔壁有一家也在办。他搞那个小短片，完全是为了音量上盖过别人。你们那时候伴娘是谁？我也在想这个事儿。全集团最漂亮2个女的呀。哪个？秋荣和魏志凯。秋荣。他们俩穿着伴娘服，我穿着婚纱走出来的时候，刘毅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：“不得不说你的格局确实跟一般女人不一样。”他是佩服我的格局，敢找这么漂亮的、身材好的做伴娘啊！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他们穿上伴娘服，我也有点后悔。你说我那个婚接的是不是漏洞百出？漏洞百出。是不是需要一个对吧？再补一版。确实需要一个升级版。就现在，我刚才讲，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啊，都有很多的人情味，就是我们兄弟感情、朋友帮忙，大家在一块儿，对吧？传了这个事情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刚才你们去参加婚谋会啊，这完全都是很流程化的、工业化的东西，流程化的东西。你酒店你订好，然后你花一个钱找一个婚庆公司，所有都给你包完，5万块钱。你像我们，如果那时候10年前不是靠朋友，3万块钱那个婚礼搞不下来的呀。是搞不下来的。你省了很多人力，你首先车，我们的车队都是找朋友借的。那个时候日子还是怪这个。怪，但很有意思呀，很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所以我们这次啊，别说什么婚礼不婚礼的了，就是呢。西婚搞一个仪式，跟老朋友聚聚。你像我们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，也没有机会聚会。对。那天我又想了一个形式，我想说，我能不能在一个空地上搞一个帐篷婚礼？大家跟我们去野营，到一个野外啊，就是可以是找海边。然后因为你看海边，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带孩子，因为现在我们的朋友基本上都中年人了。说实话，张楠是吧？你也早已为人父。然后这样，我觉得可以搞个亲子大 party 那样的。对，氛围非常好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晚上我们搞一个篝火在。对啊，篝火对吧？搞点烧烤，唱唱歌啊，跳舞什么东西的，对，不挺好的吗？对吧？你像你们是愿意过来参加一个。在酒店里又吃一顿的呀，没有交流，你不坐在一个。我跟你讲啊，仅限在那一桌。对，海滩就不一样了呀，party搞起来随便自由玩呀。对啊，对，挺好。而且结束以后晚上有几个老同事晚上聚一聚，喝点小酒。我就希望说，我这个婚礼是特别一些，有一些亮点让我记住，并且就是大家来。我希望宾客都是来开心，不是来送红包，就是我强迫你，对吧？这都30多岁了，然后还搞这一套就没有意思了嘛。就朋友是愿意来，觉得你这个婚礼挺有趣的，我想聚一聚。我觉得这个海边帐篷婚礼还是靠谱的，你觉得呢？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方案了。不是，我就想着刘毅那个私房钱的事情，能省一点就省一点。这是真兄弟哦，我的天哪！那你要考虑机票哦，就是地点要定好，大家的机票。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，就是坐绿皮车去也可以。那不太好吧？不合适的呀。去哪里？对，海南。我的妈！你叫我们坐绿皮车到海南游过去，我们这么大岁数受不了，对，腰也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你要考虑一下我们的状态。飞机啊，飞机啊，飞机也行啊。住宿我们帐篷啊。哦，住帐篷。我们可以租酒店的私人海滩，非常干净的那种。你要跟酒店谈，还要他提供一些饮食。你看，整个打包价是吧？对呀，你打包价一把跟他谈下来。是啊，5、6万块钱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呀。我们平均一下，就是来回机票，1人2000块钱。2000块钱够不够？3000算。好，3000，你要请30个人，3000乘以39万，9万块钱，加起来也不过是14、15万吧。
不是啊，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如果是这个露天婚礼靠谱的话，这种有创意的婚礼，如果你的金库有一点点短缺的话，其实可以从我这里透支一些。我觉得今天就是见到大家，一个太高兴啦，我们也说了我们的想法，大家都很认可。那我们就朝这条路上走下去，到时候把大家全部邀请到一起。基本形式就可以这么定了。我办这场婚礼的第一目标，首先是要让我老婆满意，所以我觉得，按照目前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，应该会很不错。人家都说老刘什么都听你的，对吧？就是你们的关系，哎呦很畸形。我根本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。他呢自己不知道没主意，他不知道怎么弄。他这个事儿主要是为你吧，他会把你的一些详细的想法记下来，他一定会100%按照你讲的去执行。我现在啊。还挺有信心的。帐篷里见，帐篷见。好的，好嘞。我先去拿行李吧，衣服都拿出来吧。好。我们要冬天，也要夏天的衣服哦。那我们要来选了吗？对啊，我们也要搭配一下，因为这次去也要拍漂亮的照片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，选一些比较好看的衣服。有吗？这个。哇！我没有戴过哎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夏天。就是说，这写什么？哦 ，Do not disturb。对。就是不要打扰我们。哎，不错。就不要打扰哦。对。你这个是怎么样？夏天白天的时候可以穿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太露了啦。这个你要怎么穿？就这样穿啊。对，你现在先穿给我看。哦，不要！不要！这样穿给你看，好尴尬哎。我先看，假如不 OK 就不要戴了。没？吓到我了！你应该做给 Max 看，Max 一定很喜欢的。他一定很喜欢，对。哇！所以你会穿这样吗？全身绿啊？对。这个太绿了吧？啊？太绿了。我觉得好好看啊！真的吗？搭配这个绿的。搭配这个绿色。对，我去找看有没有绿色的帽子。绿色的帽子。你要我戴绿帽哦？对对。你知道戴绿帽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戴绿帽就是说你在外面有男人，然后我去戴绿帽了。啊？对。哦，我不晓得。这个你都不懂。没关系啦，你就戴啦。有没有绿帽？没有绿帽，不要，戴绿帽那。哎，真的耶，我自己都买一个绿帽了。没关系啦，你戴啦，我不会找男人的了。我看，这样子吧。戴绿帽。
来换下一套。大家请欢迎吴尊出场。Hello， 现在我们请吴尊的太太丽颖出场。哇！哎，你这样子穿蛮好看的，很少看人家配裙子。是哦。OK。还有一件就是夏威夷风格的，你记得吗？好了没？Aloha， 这位小姐，我是夏威夷的导游，有没有兴趣要我带你到夏威夷走走呢？要。我这个导游还不错吧？来，耶！我觉得差不多。对。对，小朋友回来。Okay, open the door. 哎，他们回来了。啊 Hello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来，爸爸跟妈妈有东西跟你们说。对。来。I thought you lost that. 对，找到了。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昨天吗？昨天爸爸跟妈妈就去到海边，然后有我们以前在 Australia 开的车，我们就在车上呢看海。对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会带妈妈去那边呢？是因为呢，爸爸跟妈妈可能想要再回到 Australia， 我们2个人去 holiday， 你们再文来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啊！不要，我要去。你也要去？我要去。你也要去？我们只去几天可以吗？1天而已。啊？1天？你有去过人家的婚礼吗？有没有去过人家的 wedding？ 有没有？一个而已，对不对？一次是吗？对。可是呢，爸爸跟妈妈没有办过，没有请过人，也没有做过这种 wedding。然后呢，奶奶，爸爸跟妈妈呢，就是要去拍 wedding photos， 可以吗？我们拍了，然后带回来给你看好吗？不要 ，I want to see the real one。哎呦，你要看。不然这样子，爸爸跟妈妈呢会跟你们安排 play date，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们玩 treasure hunt，OK， 每一天 FaceTime。呀，对。弟弟，爸爸呢每天呢 FaceTime 你，然后跟你说，哪里有这个东西你要去找的，然后你找到呢，它其实是一个 present for you and 姐姐。全部藏好了，对，好快哦，8样，够吧？8样够，对，1天1样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姐姐能不能帮爸爸跟妈妈照顾弟弟，让他不会在家里没事做？给他玩一些东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姐姐会 take care of you， 姐姐会陪你，姐姐会照顾你。OK， 好啦，谢谢你们啦。爸爸跟妈妈还没有去旅行的之前，我们先拍个照。
OK， 来，我们一起 say yeah，OK， 靠弟弟，来，1、2、3，耶！这几天的过程呢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婚礼才刚要开始。我们从大概1年前吧，我就跟他讲说想要去办这个婚礼，拍婚纱照，他也拒绝我几次了。从他一开始的只要1顿饭，到慢慢的看到我带他去海边啊，然后邀请朋友过来、亲戚过来，我觉得他看到我的用心，他觉得说我很想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接下来的行程一定是很幸福的、很开心的。因为阿尊他有很多 ideas 的人，然后我觉得他会带我去，我会很喜欢的地方。他们俩这样出去，会发生些什么？会不会2个人彼此一路一句话不讲，就是小眼瞪小眼？其实啊，你也应该知道，爸爸并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人。我当然知道，他话多呀。所以的话，你就要理解老刘昨天这个对佳明儿。老刘这些做法肯定不是刻意的啊，自己院子种的菜被人给偷了，种菜人对偷菜人的这个天然的抵触。对，你能理解这个就好。对佳明，我们真的是一个未知。现在看佳明确实对你很好，但是这个能不能长久下去？你能不能让佳明一直对你好？我是觉得佳明可能西星这边展示已经够了，对，就是男人之间的一些，是不是足够？爸爸会在意他有责任、有担当，是否能够？责任和担当这是肯定的，那个东西啊，就是在慢慢的生活当中去体现一些不经意的表现，那才能打动老刘的心。左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这边。好。你好。谢谢啊，好，谢谢啊。进来。这装修还挺好。它的装饰各方面还不错。其实这次过来也是想单独的喊您出来，是觉得可能昨天在饭桌上，很多话，我觉得可能您想问又没问出来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跟您多聊一聊。对，其实我也是想有机会我也想多了解一下。你好，菜。你好，你上道菜。那你是被子，这个是炝马糊。那你好，这是馕坑肉。啊，你怎么搞这么多呢？这或者就别上了，就别再上了啊。那我先敬您一遍说。敬您。好，欢迎来新疆。谢主。我告诉您随意，我就说完了，我就说完了。平时点点滴滴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这个家庭啊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在我认识永熙之前，我对家庭没有任何概念，我只是存留在我父母的这种生活模式中，就是我觉得家庭是一夫一妻，他们俩天天在一起吵架，这是我以前的观念。后来我认识永熙之后，想要给对方一个家。那我就想问，看到父母呢闹不愉快或者吵架什么的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3年之前，我对我爸妈以及对婚姻的认识，就是展现了一个男人的懦弱。就我觉得我爸无时不刻的都在向我妈低头，
我觉得一个男人怎么能这样软弱呢？我觉得这个男人不应该这样。直到后来我认识永琪之后，我们俩在一起，他一点一点的改变了我。就我俩只要在一起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我会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一定的。那你现在是怎么看你父亲呢？我现在觉得我爸是真的爱我妈，他才会这么做。自从我想过这回事儿来之后，我知道了父亲的不容易，我才开始对我爸，我觉得我对他挺愧疚的。以前我爸应酬也挺多的，天天喝酒在外边。对，后来把自己身体喝坏了，在医院住了2年，化疗、放疗，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又在前年的时候，我爸股骨头坏死，2条腿是一条一条换的，是完全不能下地走路的。我妈妈，说难听点就是，我爸在床上不能动，我妈给他，不能完成的上厕所什么的，我妈都帮他完成。我觉得这个。我应该是这样说吧，我一开始我对你的好感很好，就说当时永琪上半年呢，当时不是情绪有些不好的时候，他的那些事儿，他给我们讲过，他说佳明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遇到问题呢，我们一起来担，我愿意和你一起来担它。其实应该说我很感动。我应该的我也相信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其实这个话呢，其实按理说我不想去说他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事让我很感动的。我觉得不容易，很好。谢叔。那你现在到了这一步就说你们在经营感情上，你目前想到的是我们聚少离多这种情况。只有2个演员才能理解对方的心酸，理解对方的不容易，才会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是最累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还在热的当中，你们以后要走到一起来，有可能呢，感觉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我明白您的担忧。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就这件事是难以避免的，真的是难以避免的。毕竟因为我俩的工作关系，肯定是不可能每部戏都在一起拍，而且不能说我不让永熙拍戏了，或者说永熙不让我去拍戏了。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，怎么能联系好我们2个人在异地的感情？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俩要一起加油，一起完成的一件事。我们俩刚在一起半年多的时候就开始面临着这个问题了，就一直按照这个方式相处下来了。一开始会觉得我已经拍了1天的戏了，我好累啊！就我跟永熙是这么说的，我已经拍了1天的戏了，我真的好累，我还要回去，我把视频打开放在那儿，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哪儿。我说我现在我要出去见朋友了，我要去做什么了，我也习惯性的跟他说一声我要去见谁。你现在没有感到这是个负担？叔叔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永熙特别重要，很重要。
他觉得重要的事情，我会完全尊重他的想法去做。我想再问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们时间不短了，你感觉他的哪些习惯、哪些毛病呢？你觉得其实已经无法忍受了，或者很难忍受？只能说这个时候呢，我还在忍着。就是除了懒之外的，就是他不太愿意喜欢听我说话，就是他可能就是在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在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不会听我说，他也不喜欢我插嘴，这样，对，我怕我跟他一说这事儿，他就跟我吵架。我是比较怕麻烦一个人，除了这件事情什么东西都好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其实很多东西呢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呢，可能你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，可能会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光委屈自己，我觉得不好，不是最好的方式。没有绝对的，那这也简单。那我觉得，然后我们写信也是这种方式啊，我把它写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不，现在你们很简单，微信就好了，我可以写出来，也是这种方式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感觉的好像这孩子本分吧，人还是老实。其实这一点我来感觉即使他的优点，某种上其实也是个缺点。我希望他以后呢，可能更有点主见吧。这次谈话，我没想到叔叔会完全放下自己长辈的身份，他仿佛是像一位老大哥一样，在跟我讲述一些他的想法，没有说是以其父亲的身份来面对这件事情，他更多的是以过来人的角度来向我们来说一下他的想法。我把您的话我会听进去的。我俩在一起时间长，时间也蛮久了，2年多嘛，就磨合的也差不多了。感情上我觉得我俩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最关键的就是他给我这个勇气了。我们俩都拿着对对方很负责的心态来交往。作为一个父亲，其实我谢谢你的。好吧，咱们把这酒喝了。还有，希望你来接盘吧。至于说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呢，只要你们俩好呢，对我来说呢，我祝福你们。希望呢，我们今天你说的话，我都是。还是想怎么样？还是想让你想一想，到底家里户口本放在哪儿了？现在这个很重要啊，你觉得？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重要了。那就可以不用提了。希望他们都好，对吧？他好了，女儿才好；女儿好了，他也好。希望大家都好。你们走喽！我勒个天哪！走喽！过来，我们再抱养一个去。再抱养一个，你们生一个吧，不如浪费这事儿。没有，我们也会努力的。那你们加把劲儿。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我会想你的。我觉得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干什么东西要用心的，对不对？等我过年呢，我就回来了。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算了。
你要是实在不想让我回家，我也回来，我就实在想回来看看你，好不好？好。睡不着觉了，给老刘打电话，好吧？特别好。说点啥你就走了。舒阿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。放心吧，一定照顾好她。我会被她照顾好的。老刘又没照顾过你啊？老刘没照顾好你啊？照顾得特别好啊！照顾得特别好。留电话骂到你，大柔。晚安。哎呦，带着我口红印呢，我妈妈。晚安，舒阿姨。啊，晚安，舒阿姨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双方父母见面这个环节了。怎么让双方父母见面的更加融洽，让他们能够彼此敞开心扉，打开那层窗户纸，这是我跟永熙要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，要共同解决的一件事情。老公，哎，我饿了。那点外卖吧。快点快点，我都饿到不行了。好美好啊，吃火锅就是这么香。哇，咦！猪软骨你多吃啊。这样，我妈的白切鸡也没吃上。生完了再吃。觉得有妈妈们在好，还是没妈妈们在好？饿的时候有妈妈们好，不饿的时候没什么。有妈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好。哎呀，累死了，这一下。结婚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。据我了解，我们想要办婚礼的那个周期，是结婚旺季。很多会有很多艺人来，你知道吗？会，包括你那边的，什么这帮体育界的。像运动员就比较不好请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备战东京奥运会。那你说赛前，万一出来吃顿饭拉肚子，那我不是得内疚死了？哦，对，还真是。哦，对，有这个元素哈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08年去超市，就买了蛋糕啊，就是那种可以填饱肚子的。然后一出电梯，我们领导站在那，然后全体开会，男队女队站在那开会，谁再让我看见在外面买东西，就自动取消资格。哇！然后那时候吃一颗糖，我都要看成分，我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加什么违禁药品。然后喝过的水，我们那个水只要是开了，我放在这儿，只要扭头，这个水我就不能喝了。哇，太严了。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，对于文娜来说，我非常清楚他们运动员之间的这些压力啊、痛苦啊、伤病啊，其实他们一直都在重复着训练、比赛、训练、比赛、训练、比赛的强度，重复着这两件事，所以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心疼。我更应该用我自己的一些行动、一些细节去把它缺失的，包括他很自认为坚强的那些尖锐的地方，来把它保护起来。老公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错误的，是应该问我们为什么要才遇到。我觉得就是因为爱情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了，然后只是说这一辈子我们相见的很晚，所以才会进程这么快。你知道我觉得我最爱你的就是你能让我发自心底的真实的笑，而且是开怀大笑。
而且无时无刻不在笑，你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赞美。我回答，因为我爱你啊。那这样啊，我觉得你呢，你好好仔细的想一下，我可以给你1分钟，好吧？我们2个到底的婚礼在哪儿先办？好吧？我觉得你可以写在纸上。哎，你让我看看你是哪儿？来，1、2、3。其实我已经对办婚礼也好，办出国游也好，有了我自己的新的想法。因为婚礼确实不是2个人的事，因为我爱何文娜，我也爱她的家人，我也爱她的梦想，所以我会把对她的爱付诸于在和她生活的每一点点滴滴的行动上。你会不会觉得一场婚礼不是我和你的事情？是2个家庭的事情。是啊，当然了呀。不仅你要照顾到我的情绪，我要听取你的想法，我们还需要去尊重长辈的想法。当然。对，我就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包括我们以后结婚了以后，我说过，在我们2个在一起之前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对吧？但是在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，我就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，我们叫我们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马路对面的那个公交车站？哇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年对真正定情的地方，是吧？当年我们找不到地方坐，然后我们就只好沿着这个路走。然后后来呢，这个上面没什么人。那个时候跟现在天气差不多。差不多。那天晚上后来下雨了，你记得不？我穿了一条军绿色的裙子，白球鞋。哇，这里真的好多年没来过了，是吧？我们当时好像是坐在那边。对。对。哇。哎，当时我们俩就坐在这。我就想，我当年坐在这里怎么那么自信呢？什么都没有，穷得很。然后自己工作也就我那时候拿4000块钱1个月，你大概3000多一点。我当时跟你说，我说我们靠自己的话，什么都会有的，是吧？但那时候我也就24岁，非常的自信。我说这话的时候。就每个人对未来都会有自己的憧憬。因为当时你跟我说，你说你爸生病了，家里条件也一般，然后自己混到快30岁了，事业也一般，然后钱也没赚到钱。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说我会跟你一起努力。对，我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努力的。对。做女人也应该言出必行，承担责任。我一直都跟你说嘛，我并不觉得说女人一定要依附男人而活着，对吧？你对自己的选择也是要负责任。包括我说，
只要我手空着，我就不会让你手上拿一个东西。这句话我还是记得很清楚。那有没有做到呢？做到了，确实做到了。我感觉吧，那天晚上我坐在这个天桥上，就是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。说实话，这10几年，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想到这里来，什么故地重游。你知道，我们这11年来，我过得并不幸福，很多时候，我始终是想啊，希望我的父母呢，想起来做我的父母是幸福的，希望我的儿子觉得做我的儿子是幸运。我始终都不愿意辜负别人，真的。我也希望你觉得选择了我是很幸运的。我最怕别人就是感觉到说，做你的父母我好亏呀，做你的儿子我好可怜呀，做你的老公我好惨呀。你说有多少次我经过那些橱窗，非常想给自己买一个什么东西，但是都是觉得不可以。其实这么多年，其实他是受苦了。如果他这10年过得都是特别顺、特别开心，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我希望我能这辈子都能保护他们。中间我也经历过失败，你是知道的呀。经历过困惑，经历过迷茫，有一度我也思考过这段婚姻，但是到了今天吧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，真的。如果不是遇到你吧，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所以我觉得人吧，他就是一个缘分。其实，你说这次我们重新再办一次这个婚礼，说是要把所有主动权交给我，但是在很多时候不自觉的，可能我就会想要去主动征询一下你的意思，或者有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要发表一下你的看法。这个其实是我们多年以来就是生活在一起形成的一种习惯。但我后来想，这可能是夫妻生活的一种默契。如果没有你这么好的性格，就是愿意配合我的话，我们也没有今天，对吧？就是一直互相特别理解，走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。你说世间夫妻那么多对，每一对都是非得像神仙眷侣一样的，就是恩恩爱爱的，尝尽了爱情的甜蜜。我觉得也未必，大多数普通人的婚姻都是我们其实就是伙伴关系，代表了生活伴侣，绝大多数对，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对普通夫妻的战友，有很多共同战胜困难的坚固的情感。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？ 你唱一个。我也只会这一句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我不会，我只会这一句。啦啦啦啦啦。I was led to rest. It's enough to make you vagabond. Leave the very best.
想让两个家庭约在一起，先吃个饭，穿着打铁拿到户口本儿。哎呀，我的宝贝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要减肥不？减。去三亚的机票，真的假的？为婚礼考察一下沙滩。我现在要去游玩耶。你觉得你是有仪式感的人吗？没有。今天会给他一个惊喜。千万不要弄这种拙劣的浪漫。瘦20斤。1、2，再来一个。梁超他没有毅力。不行。不要拖拉时间了。我就今天把那个彩礼啊、展信啊同意吧。没有，我慢慢聊。你们俩有什么打算？后面是租房、买房，希望能够在3年到5年之内把首付的钱能够攒得出来。做不到呢，这孩子有点在想当然。全球有20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已经连续10天新增确诊病例破百。多项的措施，疫情影响了整个世界，学校也不能去，电影院不能开，健身房也不能开，现在什么都不行了。登陆南极大陆啦！这里是世界尽头乌斯怀亚。今天要去结婚啦！我们自己找关于最感好的信息。1个月的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件婚纱，从青岛到北京，从北京到马来西亚，从马来西亚又转机到斯里兰卡。当时想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找一个小院子也不错，然后有当地人的一些参与，然后有他们的祝福，我觉得真的这个也还蛮棒的。我们用一个小茅草屋搭成了我们婚礼的现场，然后我们用了所有都是本地的花材，然后呢，轩轩自己做了一张毯子放在他们的背后作为他们婚礼的背景。我们邀请了酒店的客人作为我们的宾客，大家就这样坐在沙滩上，然后看着轩轩从阳光中走向我们。我们要登船啦！真的登船啊！就是这艘船啊，好大呀！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我要去南极结婚啦！驾驶室I take you to be my wife. To be my husband. Now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declare your marriage truly blessed, and I have pleasure in announcing you as husband and wife. You may kiss your bride. You may now kiss your bride. 有好多个称呼，好多种身份，每一种都是那么甜。等时间真的带到我身边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谢谢你让我明白，幸福就是一件平凡的小事，当身边有人和自己一起完成，而发出闪耀的火光。最幸福的莫过于身边的人是你。春上带下乘你而来，老爸哭得像个小孩。感谢微博淘网微博方里生活搜索文章第1个号更新更精的瞬间，感谢生活这种合作平台，感谢手机合作经理希望新闻，感谢网易新闻网播客网易号，感谢生活知识合作平台摇动百科摇动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，感谢您将感谢手机，感谢在可以的知识特别有节气默默有默感谢娱乐综娱乐新闻网、西游天网、北京网、环球网、国际在线、中国网、新闻网、本科网、中国娱乐网、三六零娱乐、高普娱乐、新网平台、大象网、红网、大众网、汇总支付。会在彼此身旁。爱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是好多好多的话，说好多好多的话，
有好远好远的路回家。亲爱的，把你说给我，话说你回家陪我，却直接说进了耳朵，听见你说你爱我。亲爱的，当我们老了，80岁把婚礼唱得过，再察觉岁月太美了，没在彼此沉默。